朋友们，今天要为大家推荐一部超级好看的悬疑电影《爆裂无声》。这部在某瓣评分高达8.3，斩获了国内外多项大奖的影片，不仅是一部寻找失踪儿童的电影，更是一次对社会阶层、人性贪婪以及话语权的深度手术。电影的名字《爆裂无声》，这个无声有2层含义：一是主角是个哑巴，他无法发声；二是底层人在面对权力和资本的重压时，他们的痛苦和真相往往也是无声的。那么，一个连话都说不出的父亲，究竟要在荒凉的山野和冰冷的矿场中如何找回自己的儿子？在这场如同困兽斗般的挣扎中，又隐藏着怎样令人绝望的真相？今天就让我带大家一起扒开这部《爆裂无声》，看看那深不可测的矿洞里到底藏着多少见不得光的罪恶。故事发生在2004年的内蒙古矿区，主角名叫张宝民，一个性格极其硬朗、脾气火爆的矿工。张宝民是个哑巴，他的舌头在多年前的一场恶斗中被人咬断了半截。由于村里要签一份关于矿场补偿的协议，村里的长辈和屠夫为了自己的私利，逼迫张宝民签字。你不签字，这村里其他人的补偿款都拿不到。你就签了吧，他一个人不签，我们都得等着。无论村里人如何软磨硬泡，张宝民始终无动于衷，因为他很清楚，妻子以及全村几十口人之所以会患上肝病，全都是因为那座煤矿，所以无论如何他也不肯签字。酒你也喝了，肉也吃了，今天这事要是没个结果，你走不了。面对屠夫的威胁，张宝民丝毫不惧，但因为体型的差距，很快他就被屠夫按在桌上，对方不停地将啤酒灌在脸上侮辱他。张宝民在睁不开眼的情况下，顺手抓起桌上的羊骨，直接戳爆了屠夫的一只眼睛。这下仇结深了。为了赔偿屠夫，张宝民不得不签了协议，还欠下一大笔钱，被迫去外地的矿场打工。张宝民的哑其实是一种隐喻，他不仅是生理上的失声，更是社会地位上的失声。面对不公，他唯一的表达方式就是暴力。那根戳瞎屠夫的羊骨，象征着底层人最后的野蛮的反抗。半年后，张宝民突然接到家里电话，儿子张磊只是去放个羊，却莫名失踪了。张宝民急匆匆赶回村子，他首先怀疑的就是那个被他戳瞎眼睛的屠夫。他闯入屠夫家，满屋子都是割羊砍骨头的声音，让人头皮发麻。他在屋里疯狂寻找，看到一个戴着奥特曼面具的小男孩在地上耍赖，他一把扯下男孩的面具，却发现对方是屠夫的儿子。屠夫的老婆看着他，眼神里充满了恐惧和厌恶。张宝民知道找错人了，心再次沉到了谷底。在村口，他碰到了村长。村长这人典型的一副伪善面孔，他假惺惺地问张宝民在矿上干活怎么样，还递给他一个信封，说是矿老板给的补贴。张宝民打开一看，只有区区200块钱，这简直是侮辱。张宝民没发出任何声音，只是将钱揣进兜里，然后把信封揉成一团，狠狠砸向了村长。在这里，我们可以看到权力的傲慢。村长拿着200块钱，既是施舍，也是堵嘴。但张宝民用沉默的动作表达了最强烈的蔑视。老子的儿子丢了，你拿着200块钱打发谁呢？这种对抗预示着他接下来的路会无比艰难。回到家，看着患病的妻子在土炕上痛苦，张宝民心如刀割。他在馒头上抹了厚厚一层猩红的腐乳，大口吞咽，仿佛那是仇人的血。之后，他开始在荒凉的后山寻找，幻想着翻过这座山就能找到儿子。只可惜希望落空。但铁打下一堆散落的石头却引起了他的注意。那本是张磊失踪前堆砌的金字塔，就如同他的名字一样，此刻却散落一地。这也预示着不祥。由于始终找不到儿子，张宝民来到警局报案，可民警却只是让他回家等消息，就此将他打发。没有办法，张宝民只好继续寻找。他拿着儿子的照片问了许多路过的司机，但回应他的却只是满脸的灰尘。他就像一只无头苍蝇，在寸草不生的荒山里盲目游荡，结果却误打误撞来到了几十公里外的矿场。这里的工人都没见过张磊，可是当大爷见宝民可怜，便给他提供了一顿餐食。但就在他吃得津津有味时，矿上却突然来了几辆车，而领头的人正是昌万年的手下冷金。昌万年本片最大的反派，一个热衷于慈善事业，背地里却非法采矿、草菅人命的矿老板。此次老金前来，就是为了抢走这个本属于李总的矿场，并且工人的工资还1分不给。你们这些无赖，天天来捣乱，真有我们好欺负啊！工人们自然是不愿，双方当即大打出手。张宝民本不想多管闲事，在找到儿子之前，他不想再生任何的事端。结果那些打手竟冲进厨房，
殴打起了给他饭吃的食堂大爷。于是，那个曾经戳瞎屠夫的战神回来了。他不仅出手救下大爷，还出门帮助了处于弱势的农民工。而在混战中，他扔出的铁块正好砸中了昌万年的车窗。长哥，你听我说，车窗上干碎了，前挡风，一个后手，还挺猛。别打了，那不是我们疯了呢，咱们来找孩子的。老金赶忙向昌万年汇报了情况。可昌万年得知保民是来找孩子后，却罕见的没有发火，而是吩咐老金将张保民带去见他。这孩子我见过。老金谎称见过张保民的儿子，把张保民哄上了车。这部分剧情展示了金字塔底层的两种状态，一种是成群结队的矿工，他们通过集体的愤怒来维权，却往往被打得头破血流。另一种是张保民这样的独狼，他只关心自己的孩子，却在无意间展示了更强大的破坏力。这种混乱正是矿老板昌万年最希望看到的，因为只有乱，他才能浑水摸鱼。张保民被带到了昌万年的豪华办公室，那里的装修极其奢华，跟外面的荒凉判若两个世界。昌万年正慢条斯理地抽着香烟，动作优雅的让人毛骨悚然。哪天丢的？你看见了？啊，12号那天我从矿里回来，在镇上路口看见有个小孩在那站着，我还纳闷呢，天都要黑了，这孩子怎么还不回家呀？太晚了，没看清楚。这话听起来像是在帮他，但张保民注意到了一个细节，昌万年办公室的侧门后面仿佛蛰伏了一双无形的眼睛，在直勾勾地盯着他。你是古风村的？老金的这番反常举动，就像是故意在隐藏着什么秘密。更离谱的是，在确认他是古风村的后，昌万年不仅不要他赔偿车窗的费用，反而邀请他在找到孩子后来跟着他干。然而，这只是鳄鱼的眼泪。一出门，老金就叫来打手围殴张保民。我们说话挺能的，车祸也不用你赔了，这顿打你少不了吧？昌万年这种人最擅长用这种微小的善意来掩盖巨大的恶意，他表现得像个体面人，却纵容手下行恶。这不仅是性格的残暴，更是阶层的碾压。在他们眼里，张保民这种人连羊都不如。但张保民并没有放弃，他整夜未睡，思考着那扇黑门后的东西。此时，另一条线索展开了。精英律师许文杰，他曾帮昌万年处理非法采矿的法律问题，但如今他的女儿却突然被绑架了，而绑架者正是昌万年。因为昌万年发现许文杰手里握着许多能让他坐牢的证据，所以他决定用孩子来威胁律师。而巧合也就此发生。张保民在寻找儿子的过程中，意外跟上了老金的车，他以为自己的儿子就在老金车上，于是将老金打趴后，他便抢走了车上的麻袋。然而，当他气喘吁吁地背着麻袋跑进深山，却发现里面装的不是磊子，而是许文杰的女儿圆圆。这里的剧情设计非常精妙，张保民想救的是自己的儿子，却救了帮凶的女儿。这种身份的错位，把底层、中层、顶层三方利益彻底搅在了一起。张保民带着女孩躲进了一个幽深的矿洞，这个矿洞深不见底，黑暗中仿佛藏着无数怪兽。他在矿洞里发现了女孩的学生证，想打电话联系家长，可洞里没信号，他只能走出洞外，拨通了许文杰的电话。可还没等他发出声音，昌万年的打手便追了上来。在村长的通风报信下，张保民陷入了重围。他再次展现了惊人的生命力，在荒野中狂奔，最终屠夫救了张保民一命。那个曾经被他戳瞎眼的屠夫，此时竟然成了唯一的盟友。屠夫把张保民带到了约定地点，而此时的张保民满脑子都是昌万年办公室那扇黑门，他直觉感到自己的儿子就在那里。张保民孤身杀回了昌万年的办公大楼，这一次他不再找寻，而是破坏。大厅里坐满了混混，张保民像一个孤胆英雄，面对数十人的围攻，他被打得头破血流，却依然一次次站起来。与此同时，楼上的昌万年正在悠闲地听着交响乐，这种极致的反差将电影的讽刺感推向了高潮。但因为老金没能带回女孩，昌万年突然大发雷霆，只见他拿起烟灰缸，一下又一下地砸向老金的头，直到血流成河。之后，张保民闯进办公室，却发现那扇黑门后并没有儿子，只是一间陈列着各种弩箭的展馆。他的希望再次破灭了。
常万年看着这个满脸是血的男人，没有了之前的伪善，他用一种近乎温柔的声音问道：“那女孩在哪儿？你把女孩还给我，我就帮你找儿子。”随后，常万年带着张宝民去矿山交换女孩，在矿山深处，三方终于会面了。常万年拿着复合弓，瞄准了许文杰和张宝民。把东西还给我，否则你再也见不到你女儿了。什么东西？证据。什么证据？你是律师，你当然知道什么东西可以当做证据了。面对张万年的威胁，许文杰这个受过高等教育的精英，此时软弱到了极点。他心虚地看向张宝民，因为他知道自己曾经为常万年的恶行提供过法律保护。而张宝民呢，他根本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证据，他只知道眼前的这两个男人可能都知道他儿子的下落。这时警笛声突然响起，原来律师在来之前报了警。混乱中，张宝民跟常万年打作一团，两人滚下山坡。张宝民凭借着纯粹的愤怒，将常万年一通暴打。随后，张宝民带着许文杰去找女儿。接下来的一幕便是全片最令人心碎的时刻。女人在矿洞深处被救了出来，许文杰抱着女儿痛哭流涕，张宝民站在远处，满身伤痕，眼神里充满了羡慕和无尽的渴望。他救了别人的孩子，可他的磊子呢？难以想象，宝民此刻内心该有多绝望和无助。之后，常万年和许文杰被逮捕，警察询问许文杰，常万年除了非法采矿，还有没有别的罪行？许文杰陷入了回忆。就在磊子失踪的那天，常万年带着许文杰去山里练剑。许律师，平时有什么爱好啊？也没什么爱好，您这弓挺特别的。这个有劲儿。啊！这羊多少钱一只啊？许文杰想起了那个消失在山洞里的秘密，他知道如果自己说出真相，他作为帮凶的行为也会暴露。他最终选择了沉默，对着警察摇了摇头，说没有了。这就是无声的第三层含义，共谋的沉默。律师救回了自己的女儿，为了保全自己的社会地位，他选择牺牲救命恩人张宝民的真相。中产阶级的精致利己，在这一刻比矿老板的残暴更令人绝望。电影的最后一组画面，张宝民拿着那一叠厚厚的寻人启事，在风中颤抖。他不知道自己苦苦寻找的真相，就在他曾经路过的那个山洞里。